Yeah, you can see me, John. Can you hear me talking? Yes. Hello. Okay. Hi. Hi.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inny，所以我是 one of the RAs of UNSW Village。所以今天呢，我会带你们参观 UNSW Village，还有就2间房间。然后如果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 pop 在那个 chat 那边，然后我会尽量回答。如果是 let's say 你们听不到我说话，要我说大声点，还是有什么，你们就可以 pop 在那个 chat 那边，然后我会看一看。所以首先呢，我会先 flip 那个 screen。所以在这里呢before 我们开始那个 tour，这里有一个 village cafe，所以这里就是通常这里的 village residents 或者是这里的 university student， 他们会在这里买早餐吃，或者是就买午餐吃，都蛮方便的。然后在这里呢，你们会看到那个 IGA 大大个的 IGA， 那边就是很像学生们如果他们要买grocery 或者是很像就是蔬菜水果什么的，他们就可以在那边买，就是一个杂货店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会带你们走，然后就去那个我们要去参观的那个房间。所以呢，我们 village 这里呢，每个月都有就是每个月都有活动，就通常都是有来 food events 然后有那些参观的 event 或者是 art gallery 什么的都可以 join。然后有时候每个月我们都有cooking workshop 或者是来 baking workshop。然后最近我们有个RA，他是在做 DIY 方面都蛮厉害的，所以我们最近都有一个DIY workshop，就每个月都有。然后呢，这里全部就是village 的 apartment，所以 village 这里总共有13个 tower， 我们现在走着去的是 Tower 5。然后首先呢，我会先 show 一个one bedroom apartment， 就是单人间的。所以呢，就这里进去。OK， 然后呢，等下我进电梯的时候，可能线会断一下。如果是我会等到全部人都听到我说话的时候，我才会继续说。所以现在要进电梯，所以那个线可能会断一条。进电梯了。好 ，OK。所以我们现在进去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就是单人间。OK， 我开一下灯。Alright， 所以首先这里进来呢，就有这些洗手盆还有这个 induction cooker，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microwave oven， 所以这个 microwave oven 是就可以当 oven 还有 microwave 一起用的。就是如果是学生要 bake 东西或者要 roast vegetables，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microwave oven。然后我可以开一下这个 storage space， 所以这里上面呢都有蛮多 storage space 的。然后这里都可以放你们需要放的东西。然后这里也是有 storage space。Oops， 然后这里有冰箱，就蛮大个的 for 一个人用。然后我们现在进去那个房间 one bedroom apartment。So one bedroom apartment 呢，通常都是 double bed， 所以还是 queen size bed。然后这里就是衣橱，衣橱也是蛮大个的。OK。对，冰箱是真的蛮大，就蛮够用的。这个是厨，然后这就是书桌，书桌上面和下面都有蛮多可以放书本的地方。就那书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都有很大很多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去就是这个是客厅，床大概尺寸多少？我不太确定那大概尺寸吧，就是 queen size king size bed 这样子的，for one bedroom apartment。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balcony 在外面。然后这里有一个 dining table。然后这里one bedroom apartment 的空间也蛮大的，就这里中间都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我现在去了这是厕所。
所以one bedroom apartment 可以一个人到两个人住，but then 通常两个人就是如果是他们是很像跟 partner 一起住，就是不会不可以两个不同的学生 right？I think 就通常是一个人住，或者是如果是你有 partner 也是可以一起住。所以这是厕所，厕所也是蛮大的。嗯，住两个人需要多交钱吗？啊。OK，如果是住两个人的话，价格会不一样。Which Miracle 已经 pop 在那个 chat 了。OK，所以这个就是one bedroom apartment。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five five bedroom apartment。然后那个是在 Tower Six，所以我们会进电梯，所以会卡一下。What's this Tower Six apartment? 620. OK，现在可以听到了吗？我们从电梯出来了。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好，OK。然后刚好这里有经过 Tower Five 和 Tower Six 之间有这个 barbecue pit 呢，所以有时候 residents 可以在这里好像做烧烤还是什么的，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来聚餐，就可以做 barbecue。然后我们现在去 Tower Six 就看那个 five bedroom apartment。刚好我在这里，我可以说一下你们April 的 event，所以这个是我们的4月的event calendar，所以刚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有一些好像 trivia night 然后有一些 cooking workshop 那些的，然后啊好，然后刚好这里before 我们进电梯呢，就大概说一下你们tower 隔壁有什么。所以这里隔壁 tower 这里有一个 alumni lawn，就是一个清空草地这样子的，就是很像有时候residents 可以用这个地方，很像跟朋友chill或者是在这里谈天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得清楚没有吧？现在他们有人在这里玩 sports 什么的，所以。好嘞，我们现在进电梯了，所以可能会卡一下。Can you hear me? Okay. OK，我们现在进去，这个是six bedroom apartment，sorry。然后呢，首先我会带你们参观客厅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走廊的样子。然后两边都有不同的就是有 bedroom。过后呢，所以这里经过呢，通常five bedroom 和six bedroom 都有两个厕所，所以这个 apartment 就有两个厕所，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厕所。差不多跟 one bedroom apartment 是 standard 的，就差不多一样，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镜子，OK，第二个厕所也是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不会仔细搜，就大概搜，就差不多这样子一样的，OK。然后呢，我们现在去living room，OK，so living room 呢就相当，因为 because 这个是six bedroom apartment，所以就会比刚才 one bedroom 大少少，所以这个就是有6张sofa，然后外面那边也是有 balcony area，OK，然后呢这里就是它的 kitchen，OK，然后for six bedroom apartment 就有4 induction cooker，就4个 stove top，然后一样的有 microwave oven，所以可以当 microwave 和 oven 一起用。然后它的 storage space 就蛮多的，OK，我可以慢慢开一开，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storage space，所以全部这里上面的厨 sorry 摇了，所以这里全部上面的厨都是 storage space，那上面这里也是，OK，所以都蛮多空间的。然后呢这里就有这个桌子就可以跟室友一起吃东西。然后冰箱就是比较大compared to one bedroom apartment 就比较大，因为有6个人 share 嘛。然后这里有一个 balcony，OK，嗯，然后呢，我会打开其中一间房间给你们看看。给我稍等一下。OK，所以这个是就其中一间房间，所以呢，那个 study table 是差不多一样的 size，就是这样子那边上面下面都有 storage space，然后这个黑色这个板是可以钉东西的，就是 pinboard 来的。过后呢刚好每个 OK，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窗口，就窗口也是有纹纱，所以你要打开也是可以，就有纹纱。床 for six bedroom apartment 是king size bed， I mean like single super single， 所以就是单人床。衣橱就是一样的 size， 就是每个房间都是 standard size， 就这样子的衣橱 open wardrobe。OK， 好的，所以我先把这个门关起来。OK， OK， 所以现在我会出回去。每个房间大概多大？就刚才很像我说你这样，就我不太会形容多大，就是刚刚，就是好像一个 study table 的空间，然后他们有一个衣橱，然后中间地上还有，就 standard 的每个房间都是刚才我 show 的那个大概那个大小。OK， 我现在会进去 lift 了，所以可能会卡一下。OK，所以经过这里呢，刚好我们会经过一些 courtyard studio，所以在我左手边这些就是courtyard studio 来的。然后我现在会带你们去看 Old Tote，so Old Tote 呢有3层楼，它是一个 student common area，就很多人就很多 resident 他们就可以用那个地方来自习，或者是有时候要跟朋友 chill 就在那边。刚好刚才我 show 你们的那个草坪隔壁那个就是 business school building， 就是这个是 business school building 来的。就如果是你真的是住village 的话 car park OK。如果是你们住 village 的话，就差不多就是2分钟走路的时间而已，就很近。我自己本身呢，有时候也常到 business school 那边自习，因为就真的很方便，而且OK，我现在会带你们经过楼下 ，which is car park area。对，现在我会带你们去看那个停车位，所以在 car parking 在楼下。至于健身房呢，健身房 on campus 有一个健身房，它不在 village 本身，可是就离 village 走路是差不多3分钟左右而已，就是就在 village 的隔壁左右，因为它也是 on campus。OK，
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Tower 下面的 Car Park，然后 Car Park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嗯，OK，就还是蛮大的，然后就有这样子的空位。OK，好了，现在呢，我们就上回上去，然后去 O 土的地方。然后如果是你刚好你的房间住在这个 site，他们这里对面就是 face 那个race course，就是 face 那个 race course，然后如果是你的房间在高一点的地方，就那风景还是蛮好看的，就是挺美的。OK，然后 village 这里呢也是有这个蓝色的 pole，这个 blue pole，所以呢就是方便 resident，如果他们晚上需要什么啊东西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些 resident 忘记拿钥匙啊，他们就可以按那个红色的 button，然后就有 staff on site 就会帮忙，或者是 alternatively 他们也可以打我们 RA 的电话或者是 office 的电话号码，但是 blue pole 是否很像 let's say。如果是 resident 刚好忘记带电话，他们就可以用那个来联系我们。好了，现在我们就走着去 Auto，然后现在我们看看就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就有时候有这个 yoga session 在这个草这边上面，就是 one of the monthly calendar event。所以 Auto 呢，刚好说有3层楼，底层呢就有一个乒乓桌，然后有一些 board games 啊，然后我们还有一间底层还有一间房间是有钢琴，还有一个电视机，然后我们 village 本身呢也是有个 Ninja Switch，sorry Nintendo Switch，然后residents 可以就是要提前book 那个 Switch，然后他们也可以在那边玩，就让大家来休息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 pool table 也是在底层for residents to like play as well。OK，然后 before 进去 Old Toad 呢，所以这个就是 Old Toad。OK，外面有stairs，可是里面也是有 stairs，都是免费的，对。然后你看到那个 Tower 13的牌，隔壁就是我们的 laundry room，就是在后面那边一点。OK，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 Old Toad。OK，所以Auto 这里呢就这里有个书架，就有些很像old residents 有时候他们可以 donate 一些书啊，或者是你要看一些书，你也可以从这个书架拿。然后这里呢也是有我们的 April calendar、event calendar，然后这里有个乒乓桌，OK，然后这里有个 pool table，就是pool table 是做球就他们就可以在这里玩。上面呢，这里也是有一些board games，OK，就可以借来玩。我们好像有比这里多的 board games，就这里里面也是有，OK。
然后这里呢就有一个更大的休息区，sorry，这里也是有个电视机，然后这里有个游戏机，OK，然后呢这里也是有来是洗手盆啊、热水啊，然后楼下这里也有一间厕所，就是方便这里的 residents，然后这里也是有 aircon 的。所以这里呢，小间子这个房间呢，就是有一个钢琴，这里有一个钢琴呢，所以 residents 可以来这里来弹钢琴，或者是在这里就这间也是有个电视机，他们就可以在这里看戏，或者是在这里玩游戏。OK，那我们现在上去二楼，二楼呢就是一个study area。它就是主要是有桌子，然后就是很多椅子，就是你如果是你要跟你朋友一起自习，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很安静。先开一开灯 ，OK。所以呢这二楼就是有很多桌子给residents 自习学习，对。然后呢在 auto 学习的好处就是，especially 如果是 summer 的话，就有 aircon，所以都是很舒服的。对，就不用去图书馆了。然后这里也有很多 plug point，所以就是如果是你有带电脑或者是手机都很方便。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小间的，就是比较private 的，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在这里学习也是。然后这里还有 sofa，然后有 aircon 也是，都很多空位。然后我们现在上去最高一层，最高一层呢就是 kitchen area，这个地方呢也是通常很像我们就是有一起来 food event 通常我们会在这里举行，就是 resident 会在这里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或者是如果是有 baking workshop 或者是 DIY workshop 就会在这里举行，excuse me，然后这里有所以它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样子。OK，所以就是我们厨房，然后这里有2个比较大型的 oven，这是2个比较大型的 oven，还有一个 microwave oven，OK，然后这里有比较多的很像stove top，对，你可以自己带食材跟朋友来这里做饭，然后就有比较多东西。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冰箱，所以你要带食材然后你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 aircon，有个空调。然后有很多可以跟朋友一起坐的地方。OK，好了，所以现在我会走回下去。Did you mention about the long break? Yeah, I did. OK，有什么问题吗？现在？Hello，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好。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Village 的 Community Manager，刚才是我们的 RA 在帮大家做这个直播的活动。关于这个问题，由我来为大家回答一下，可能我会比较清楚一点。预定公寓的房间的时候呢，一般你是需要，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你是需要付一个预定的费用，预定的费用是$50，然后之后你是需要支付4个星期的 security deposit，也就是一个押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annual cleaning fee，这个年度的清洁费呢，就是用于说你每次入住之前，我们会每年先把你的房间先听得到吗？Hello，这样子能听得更清楚一点吗？OK，好，那我再重新说一遍。如果你申请房间的话呢，首先你是需要付一个$50的那个申请费，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然后你需要付一个年度的清洁费用，年度的清洁费用是我们就是用来在你入住之前先把这个房间打扫干净给你，价格呢是根据你的房型不同有不同的价格的。之后呢，你是需要再付4周的一个security deposit，也就是你的押金。押金呢会在你 check out 之后，然后如果你所有的你的房间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破损这些的话，我们会在21个工作日之内处理完毕，然后把你的bond 退回到你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现在对，这些费用是在你预定的时候就需要支付的，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些全部支付完之后，你的 booking 会收到我们的 confirmation。好的，我刚才看到说现在有退订的话是什么政策？我们现在如果说你是在签了1年的合同，然后你突然想要就是提前终止你的合同的话，你会需要找到一个人去take over 你的 contract，也就是说你需要找到另外一个小伙伴来入住你的房间，这样子的话你只会被 charge 2周的 cancellation fee。然后你就可以 out of the contract 了。还有什么其他？公寓里是不可以养宠物的，不仅仅是猫狗之类的，就像鱼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公寓我们是有严格的管理条款跟政策的，所以小宠物是不能被允许的。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预定政策的话，我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澳洲政府的这个 border 还没有开放嘛，大家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澳大利亚来，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 booking policy 是比较 flexible 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订房之后，然后在你快到时间的时候，你还发现这个边境并没有开放，你并没有办法到达澳大利亚，我们呢是可以让你免费的取消你的合同。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在你合同开始之前14天，提前14天以上通知我们，你就可以就是免费的取消合同，这样子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现在可以定明年，暂时来说，我们现在开放的这个房间是在2021年这全年的，现在我们是开放第2学期跟第3个学期的这个房型，然后呢，应该马上我们会就是我们 head office 会讨论，然后开放明年的这个房间让大家预定这样子。但具体的时间呢，现在还没有通知。暂时2022年的房间是针对于现在住在 Village 的同学可以预定，但是也还没有开放，应该差不多会有消息，大家可以就是跟 UHomes 的工作人员就是多多沟通，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一定会让大家知道，然后方便大家预定的。
对，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就是刚才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具体介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就每个月我们的活动都是不同的，就是包括学习的活动，或者说一些不同的带大家吃遍大江南北。当然这边不是大江南北，就是吃遍悉尼的各种美食的这样的活动，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做一些什么 DIY 啊，就是锻炼一下大家动手能力这样的活动都是有的。然后我们也很欢迎说新的成员加入我们这个 village 之后，能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建议，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我们现在是有不同的 platform 可以就是回复大家的，比如说 Facebook、WeChat、Instagram，还有我们的 email，然后包括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都可以接通的。单人间的话，如果是2个人的话呢，第2个人的价格一般就是1周大概会多50块钱左右。具体的呢，你可以在网上在跟 UHome 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他们那个具体的价格，一般1个星期是多50块钱左右。我不能给一个很确切的回答，因为这个算法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房型这样子。像 one bedroom 我们大概有4个不同的房型，就是根据房间的大小，还有楼层的高度，这些都会有不同。2个人一起入住的时候，必须都是学生吗？不需要，只需要1个人是学生就可以了。这个学生必须是在 UNSW 这里，就是正在学习的学生。另外1个人呢，只要是属于情侣关系的话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或者说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家人的话不可以哦，只能是情侣关系，因为这个 one bedroom 呢，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如果你2个人 dual occupancy 就是 partner 的关系。如果家人的话，就只能说你有的时候来 visit，我们可以说豁免一下，可能你可以在这个 village 住2个晚上这样子，因为只有1张床。对，都是很方便的，就是大家如果是情侣的话，这样可以省挺多钱的。毕竟悉尼这边的房价租房的价格都挺高的，然后这个床也一定这个 size 也一定是够大的，因为是 double size，就是2个人一定是够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或者是其他你想要了解的那个我们的设施啊、policy 啊之类的，我们都可以再帮你们解答一下。暂时没有了是吗？那我们呢就希望说，虽然我们现在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国境什么时候开，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能过到澳大利亚来，但是还是希望说能尽快的见到大家，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然后呢，我们有缘的话，最快下半年，大家希望可以来到澳大利亚学习还有生活。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子了，如果有其他问题，你们可以随时联系 UHome，然后他们一定会认真的帮你们解答，然后欢迎大家到时在不远的将来入住。那今天先这样子，然后 Fini，好， Thank you，拜拜。好，那先这样子，拜拜。